欢迎收看北京讲文化大革命第26讲，平行中国表革命理社会。这个标题呢有一点奇怪，我给大家拆解一下。首先是平行中国，那这个其实不只发生在文革时期啊，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啊，你都可以看到一种平行世界的存在。什么叫平行世界呢？就是有两个世界啊，在中国那片土地上平行着运行。一个是统治阶层的世界，一个是被统治阶层的世界。那么统治阶层的世界，被统治阶层是理解不了的。那么被统治阶层的底层的这个理社会啊，在底下运行的，那么统治阶层当然想去管控啊，想去改变他们啊，想让他们符合自己的心愿。那几千年来历朝历代的皇帝啊，或者统治阶层都在做这个事儿。那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时候，文革时期那是登峰造极啊。那么毛泽东啊，有他的一整套的对于这个社会的一个构想啊，要打掉这个旧社会的一切。但是啊，经过文革最初几年的狂热的折腾，实际上啊，就是在表层进行了一场革命啊，它只是冻结了那个理社会的皮毛啊，这就是今天这期标题的由来啊，平行中国表革命理社会。那我们详细的来讲一下，给大家看看啊，这个理社会底下也有人管这个叫第二社会啊，就是这些中国人都是怎么运转的啊。因为上一讲我们讲了当时的中国人的一种默默的啊，一种出于自己能活下来的这种初衷啊，这种欲望所进行的一种反抗啊，也是一种反抗，最终实际上由下而上的去改变了整个统治阶层的一个统治逻辑。那么这一讲呢，我们就来展现另外一个角度。那你不能一直是反抗嘛，对吧？那他有他自己的衣食住行、喜怒哀乐，有自己的信仰，有自己的爱好啊。那当时被这种高压政治之下，文革那10年，尤其是后半段，我们来看看中国人的这第二社会，这个理社会是怎么运转的。那么首先呢，中央有一套计划经济啊，已经搞得乱七八糟了。那民间实际上就是在靠所谓的第二经济啊，就是自己找出路了啊。你依着政府是没有吃喝了，对吧？自己想办法。那么很多人就不再对共产主义这种教条啊抱有希望了。其实这个情况呢，在东欧和苏联也曾经发生过也就是说在常规的政治系统中隐藏着一股就是不能见光的一种第二社会力量。那么好，共产党在1950年就开始压制这种经济自由，对吧？基本的经济自由都压制。其实从那个时候开始，中国就出现了黑市啊，这就是一种第二经济、第二社会的表现。那么这个新政权呢，不允许任何的社会活动那么并且也设法要避免引人注目的方式要存活下去。那么解放后的那头几年你像很多的宗教领袖就被送去劳改营了，那这时候宗教活动就转到地下了，而且这个地下不只是字面意义上的地下，有的时候真的是地下你比如说华北地区，有的地方就真的挖了地下室，然后有这个隧道连通整个村庄的一些重要地点。那河北省有一些宗教领袖甚至就是藏身在地面下几公尺深的这个洞穴里，有长达4年之久。那么基督教跟佛教在中国当时还是保留了很大的力量，虽然这些信徒呢，你不能再佩戴那些显眼的标志了，但是他们也都没有放弃自己的信仰。1950年代早期发动过一场文字审查，大批的藏书就沦为了废纸浆。那么一些根本无害的书籍也被下架了，但是呢，在那之后许多年，就人们还是会继续偷看这些所谓的禁书。那么这个统治阶层呢，在解放之后一直就力图去摧毁旧思想和旧习俗，但是最后他们也意识到这个是难以根除的。文化大革命的核心就是让他们知道虽然经过了
17年的共产党领导，但是旧社会依然存在于许多人的情感和思想里。表面上大家都在搞文革，当时的中国人，对吧？意识形态是高度一致的，但是在肉眼看不见的这些阴暗的角落里啊，有各种各样的次文化啊，甚至反文化的存在。那这些呢，共产党会认为都是威胁啊，都是这个看不见的威胁。在官方的话语里，就是说啊，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改革完成以后，还需要另一场革命来清除封建资产阶级思想的残余，不然修正主义思想可能复辟，危害到共产主义的霸业啊，这就是文革的另一个原因。好，但是呢，事与愿违，经过抄家、焚书、批斗大会、肃清啊，无止境的再教育运动啊，什么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啊、5期干校啊，经过这么多事儿，文革折腾了这么多年之后，旧习俗依然难以杜绝。文化大革命想要改造每个人的生活的每一个面向，就是包括每个人最内在的思想和个人的感受，它都要改造。那当然往往啊，人们实际上只是维持一种表面的服从，而且学会了什么呢？人们互相欺瞒，用谎言和空洞的口号来对抗谎言和空洞的口号。那么很多人就变成了最佳演员啊，假装服从啊，完全明白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所以第二社会呢，并不是一个这种隔绝开来的领域啊，它是每一个人啊自我保留着一个小的自由范围啊。你比如说啊，拜这个永无止境的思想改造运动之赐，很多人已经学会了怎样阴奉阳违，嘴巴上说爱党，但是心里却想了另外一套。所有人呢，当时都要膜拜这个毛泽东的这个神坛啊，但是你思想上相信不相信，很多人是留有余地的。那么当官方的意识形态啊每次出现转弯的时候，那当然也有一些真诚的这个共产主义的信徒啊，毛泽东的信徒，或者一些投机主义者会热切的跟随着党啊。但是更多的中国人，大部分的民众都只是屈服于那个必须从众的一种压力，屈从于这种压力啊。我们说经常说中国人习惯跪着不反抗嘛，他就屈从于这种压力。那么很多人呢就发展出了两套精神或者两套思想啊，一套是用来表现给别人看的，那另一套呢就是给自己用的啊，只在最信任的朋友或者家人面前才流露一点。那有些人呢就能够特别轻松的在这两套模式之间来回切换啊，但是也有一些人就很困难啊，他就没有办法这么做，所以只能够表现的特别的难以融入啊，特别冷漠或者特别抑郁。这也是我们经常说啊，中国从文革那个时候一路过来啊，变成了一个举国型的精神病院的一个原因，就是人啊，其实一路来其实都被逼疯了，表面上很平静很冷漠，但其实内心已经疯了。那么整场文革的政治口号啊，都极力宣导这个社会主义教育的重要性啊，不分老幼。但是呢，到了1970年代，你的这个教育制度已经变得残破不堪了，高等学府都关闭了啊，国家最优秀的人才也都困在5期干校里，学生一念完中学就要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就是当时中国的情况。红卫兵在文革的高峰期占领了很多的初中和小学，那这些学校后来又都被这些官僚体系也占用，所以一直到1972年之前，举个例子，江苏省已经损失了70万平方公尺的学校用地，那工厂也去占小学的地啊，政府单位也去占学校的地啊。
那当然了，减少最多的还是高等教育单位，学生人数从文革前夕的27000人啊，直接锐减到不足5000人，这是1970年的数据。而且学校里教授的最主要的还是意识形态，大学也不例外。1957年的时候，山东省有将近1/3的说错，1975年，1975年，山东省有将近1/3的语文课都在忙着去赞颂文革的功绩，还有17%在教什么呢？最新的政治运动。再举个例子，江苏省1972年，语文课本里有一半的课文，一半都是马列毛语录，然后还有1/3选自红旗和人民日报之类的政治宣传刊物就是当时的人上的语文课。所以在这样的教育下，孩子们他可以不加思索的就背出红宝书中的段落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经历过文革的那一代他即便润到海外来，他的语言模式、思维模式还是文革式的，除非通过他后天的努力，积极的去学习新的知识、新的语言，然后努力的跳出自己青少年时期养成的这种逻辑习惯，否则非常困难他到老他还是一种文革式的人。所以呢，文革时候的这种乱局呢，就对当时的这些人的这个长期学业发展毫无帮助比如说在长江出海口附近的南通，很多孩子根本就说不出来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何年何月成立的。同样的呢，在江苏省的江宁，有些孩子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一个班54个孩子，说有20个不会写自己的名字，还有40个不会写阿拉伯数字中学生呢也没好到哪里去基础的地理知识都很差，地图上标不出北京在哪儿很多的这个世界地图也找不到中国在哪儿。好，那学生是这样，其实老师呢也很差。说针对江宁县各学校的一项详细调查，发现有大约一半的教员写不出许多省会的名字。即使到了1974年，还是有很多的老师害怕被批斗或者迫害，所以就表现得非常宽松。学生你写了错别字，我也不敢纠正这就是当时的老师这些都不是特例山东省有1/3的青少年和60%的成年人是半文盲或全文盲。省里的某些地方有一半的青少年和2/3的成年人写不出自己的名字或者连这个人民日报上一篇小文章都读不了。这些数字反映的是一个全国性的状态。国务院也承认，到1978年在全中国不同年龄层的儿童和青少年之中，文盲和半文盲的比例已经攀升到30%到40%，有些地方甚至超过50%。党员也不例外，河北有145万名干部，然后其中1/3是文盲，只有少数几个是高中毕业。那么当然了，虽然整体的这个识字率在下降但是读禁书的机会反而越来越多即便是在文革最高峰的时期红卫兵当道要清除一切封建过去的标志，但是他们之中也有一些人，这些红卫兵会把这些书本偷偷藏起来很多书都被捣成浆糊或者这个烧掉，但是也有一些被卖到黑市上，所以就重见天日了。那么这种地下的读者就越来越多因为很多人呢对于政治越来越失望。在1967年3月之后很多的这个学生都开始退出这些派系斗争了之前我们讲过，后来出现了一个第3个派系叫逍遥派。其实干嘛呢？就是读各种各样的书都是文革前无法取得的书，地下
阅读活动在1968年夏天之后非常普及，因为有数百万的年轻人下乡啊，没事儿干呀，尤其是漫长的冬天，就读书啊。那林彪死了之后呢，这个意识形态的管制啊就更宽松了，这个禁书的世界就进一步发展。虽然这个书店里啊，台面上放的还是一些什么毛泽东啊这些著作，但是台面下流通的书本的种类就增加了很多。说这些的有很多的这个国外的书的译本啊，种类大概有1000种，而且很多都是国家印发的啊，数量有限。原本呢是仅限党员阅读体制内的，但现在都流通到了民间。那禁书有的时候是手抄本的，甚至还有专门交流禁书的读书会啊，大家聚在一起讨论。比如北京就有一个。那么他们呀，有的甚至大胆地称自己是第4国际反革命集团啊。但是政府肯定会打压呀，但是这些所谓的沙龙啊、小组成员反而越来越多。那这样一来啊，就大家通过阅读，通过这种小组的交流，就有越来越多的人呢，开始以批判性的视角来看待文革了。当然，也不是说所有我们这个流传的这些作品都那个水平那么高哈，黑市里也有很多的情色小说啊。那么，而且他们的售价最高啊，这种情色小说。你在中国当时算是一个那种清规戒律的社会啊，就连这个《红与黑》这本书啊，斯汤达的这个，都被认为是情色小说啊。我本人我看的第一本外国小说就是《红与黑》。那这一本书啊，《红与黑》当时相当于普通工人2个星期的工资啊，真的很贵啊。而且很多的情色小说啊都是手抄的。也有那种简单的模板啊，手压的那种粗糙的油印本。那在文革最高峰的时候呢，许多单位开始印发这个传单或者刊物，有些器材呢就没有落到文宣队的手里啊。文宣队就是毛泽东思想啊，这个文艺宣传队。结果这些机器呢就派上用场了，就被用来印刷情色小说啊。或者一些猥亵的歌谣，就在工厂、学校、政府单位里传阅啊！就当时的人们已经被憋成什么样子了，变态了。那其中有一本最广为流传的小说，在当时最火的叫《少女之心》啊。它的故事呢，就是说一个大学女生啊和表哥以及其他男子的爱情故事啊，或者色情故事。文章呢非常短，很露骨，所以非常受欢迎。那到底流传了多少本呢？没有人统计过啊。但是基本除了毛泽东的红宝书之外呢，那肯定就是这是当时文革时候读的最多的书啊，被最多人读过的。那么在整个文革期间呢，人们都甘愿冒着被邻居举报、被判反革命罪的危险啊，很多人都会偷偷的去收听外国电台广播。那这就很像现在的人用 VPN 啊，明知道是犯法，也要翻墙出来看一看啊一些真实的消息。在1970年的1打3反运动期间，就清楚地显示出啊这种普及性。当时有数以百万计的人啊，就是哪怕只是流露出一丁点对于党的不满啊，都会受到这种迫害啊。即使是位于内陆的甘肃省里一家工厂啊，50名工人中啊，就有一个人是什么呢？收听苏联、美国、台湾、香港、日本或者印度的电台广播节目，甚至还有什么四川地下电台、什么解放军之声啊这样的电台。所以在文革高峰期啊，很多的民众呢就学会了怎样使用印刷设备。还有不少的学生呢，还学会了这个无线电广播技术。那就从这些最简单的2极管接收器啊，到晶体7极管收音机，这些学生都会搞。
最厉害的收音机甚至可以收听到远来自莫斯科的这个信号。那么学校这种广播社很快就开始惹人怀疑啊。那黑市里当然收音机的这个晶体管和半导体是卖的火热。在上海，热衷于这种兴趣的年轻人就可以到福州路去啊。那会有工人从工厂偷出这个零件拿到那儿去卖。那当局呢一直就想打压这个情况啊，但是一直都不成功。中共当局呢一直试图干扰美国之音和从台湾来的这个电台信号，也都失败了啊。在信号战上呢，因为你当时没有技术能够阻拦。那政府呢还把这个收音机的价钱压低啊，但这其实让人民反而更容易收听到了来自海外的这种短波节目。说文革没有爆发的时候，一台收音机在乡下相当于一整头猪的价钱，非常贵，就根本没有几户人能买得起。当时的这个接收范围大约是300到500公里不等。那你比如说像新疆的伊宁这种城市啊，距离省会乌鲁木齐非常的远，在白天就收不到信号。但是接下来的几年呢，因为搞文革嘛，为了要宣传毛泽东思想，所以就收音机的价格就下调了1/3以上。所以到了1970年的时候，国内的许多地方啊，一台4管收音机的售价甚至比生产成本还要低啊，这也是那个时代的国家补贴。经过几年之后，这广播网络已经可以延伸到各省的大部分人口了，因为各地的县城都有广播电台啊，人民公社里呢也有广播扩音站，连很穷的村民啊，都能够接触到这些政治宣传。到了1974年的时候，湖北省全省有超过480万只喇叭。那文革前有多少呢？18万只啊，现在是480万只，就文革这几年发展的，就为了宣传这个毛泽东思想啊等等，相当于几乎每户人家都能分到一只喇叭。那好，但是呢，就算这个宣传机器从不休止啊，没完没了的，你就连海南这么穷的地方，人们也会偶尔的去听一听解放军之声。这个电台是反毛泽东的电台啊，反毛泽东的电台。还有一个电台呢，叫做共青之声，就是整天不定时的播放反动口号。有人认为这个电台是广州中山大学的一些专业生成立的。那你比如说在广州开出租车的司机会公开的收听香港的电台。那很多的所谓最忠诚的一些共产党员也会去收听所谓敌台，他们要通过海外这些敌台来了解自己的国家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那么除此之外呢，被国家禁止的其他社会活动也都蓬勃发展起来了。你比如说有这个地下的歌唱社什么戏剧社你在1969年跨1970年的那个冬天，说上海第2机床厂有100个年轻工人每周5都聚在一起玩音乐不知道有没有摇滚乐，真的是挺有意思的一个景象所以旧世界呢在悄然的回归。几年前红卫兵将过去的这些休闲活动都说是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品味，是吧？但是很快这些东西又回到人民的生活中了。林彪死的时候，当时中国的孩子们唯一流行的这个游戏就是跳绳。但是林彪死了之后，很快北京街头就出现了什么打陀螺、跳房子扯铃什么这些玩意儿。那么传统花纹的这些丝绸风筝还是只能卖给外国人。那中国的小孩怎么办呢？就开始撕这个人民日报，贴在这个木头的骨架上，弄成风筝来玩。那你像北京的那些
胡同里啊，就人们就会躲着打扑克牌啊，天上还有这个赛鸽在飞啊，然后人们也开始慢慢的又重新养鸟啊，弄到大清早弄到这个公园里遛鸟啊，这些过去的所谓封建的这种生活方式全都回来了。那好多人都也成了一种地下艺术家，很多人啊，因为你是要在艺术中去寻找逃避这个政治的一个出口，比如画画啊。那这些画作呢，就是要故意的偏离当时的这种所谓的社会现实主义啊，你就不能像是这个海报啊和这个官方啊党媒的那种人民艺术的那种风格啊，一定要跟它不一样。但是你又不能沾政治，你必须得脱钩啊，就变成了一种跟自我的对话。这种艺术也见不得光啊，就像这个地下文学沙龙和歌唱社一样啊，大家就是志趣相投的这么几个人啊，聚在一起在那儿乱搞。那么甚至呢，自己还搞一些展览啊，这就促使了一些中国人当时又开始接触西方的东西了。那你就是这跟艺术有关的，跟绘画有关的，你比如毕加索啊、米开朗基罗啊，对吧？当然也有人去迷恋中国的水墨画。那在北京有很多的这些当时的艺术家呢，就组成了一个组织啊，日后呢被命名啊叫无名，因为那个时代你这个自由结社啊是犯罪，不能这么干，所以呢，这个团体就必须得是无名的啊，无形的、自发的。所以没有规章，没有成员，没有统一的什么风格啊，反正就是都是来自不同的阶级的家庭啊，都是一些家庭都支离破碎的啊，都聚在一起，拿起画笔。最开始也是画毛泽东的肖像啊，做练习，因为这样你才能够拿到这些很难搞到一些画布啊、油彩啊，但是慢慢的就可以开始画一些大自然的题材了啊，植物园里的花啊。北京什么13陵的日落呀，啊，都是他们喜欢画的。甚至啊，搞这个伪造介绍信，啊，骗过公安，在国庆日的时候去北戴河啊玩一玩，画一画。那宗教也是，刚才讲了转入地下，对吧？那很多人就是偷偷的保持自己的一个信仰，啊，像基督教啊、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啊，都有自己的组织。那么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呢，偶尔也会爆发一些民众的抗议，比如说河北省1969年就曾经有基督教徒啊，公开的就喊说我不信毛泽东，我信上帝啊，当然这就比较惨了啊。那也有人喊什么呢？说敬拜创造天地的上帝啊，当然这些很快都会被军方压制下去。所以大多数时候啊，尤其是在乡下呢，那这个中国的这些老百姓啊，都是默默的以这个不公然对抗的方式来维持自己的信仰。那这时候宗教领袖已经不起什么太大作用了，因为很多都抓起来了嘛。那这些村民呢，就怎么搞呢？比较讽刺的是啊，你比如说曾经在1950年就是领教过这个迫害之苦的教派啊，然后他们在文革期间就比较能熬得下去啊，因为有经验。你比如说一个叫小群教会的，他们是1949年之前在中国扩大的最快的新教教派之一啊，当时信众有7万多人了。但是解放之后头5年，这个小群教会的很多领导者都被逮捕。但是剩下的啊这些普通的信众就会把这个视为对自己信仰的考验，所以在文革的这些年呢，他们就学会了以非常小规模的小组织和家庭聚会的方式，来去存活下来啊，让他们的信仰。所以很多的宗教组织都采用类似的方式，就是没有中央组织，只是一群一群的信众啊，分布在乡间。因为什么喇嘛、什么阿訇、什么教父啊、什么这个神父啊，这都在劳改营里呢啊。但是总会有一些一般的信徒就出来维持这个社群的团结啊，也招募一些新的成员。
因为当时的人啊，经历了文革的这种巨大的冲击之后，很多人都需要一个心灵上的慰藉，需要希望啊，以及寻求这个救赎和内心的平静。还有一个最关键的点呢，是负责宗教事务的这些政府部门啊，也都是泥菩萨过江啊，自身难保。因为外边有这个造反派打击，内部呢又有派系斗争，所以他们也都不太管事儿啊。这些呀，都为毛泽东死后的中国的一个宗教复兴啊，奠定了一些基础。那还有中国传统的一些地方上拜的那些神明啊，这就很有意思，因为政府都是用毛泽东崇拜来取代这些地方上的这些小神啊、小神仙，但是呢，其实他们都还在啊，因为很多村庄你就只能被迫停办了这些地方上的庆典和一些公开仪式啊。那么这些寺庙呢也都被关闭了，但是呢，这些村民就在家里安放这个小的神龛啊，或者神坛，供奉这些神啊，或者在别人看不到的时候上香还愿、招灵，甚至供养这个神明啊。那就各方这个神什么神都有啊，各方神圣什么神都有啊，什么松子观音啊、雨神吧，什么这那。然后当时的人们，中国人最颠覆的玩法是什么呢？就是把毛泽东啊当成地方上一尊神来拜。啊，也拜毛泽东，就他也是一尊神啊，就跟拜什么关羽什么是一样的，升级成神了。这就是中国人的一个信仰的一个模式啊。那么到了1972年，很多的就这些旧习俗回来啊，人们的心里才稍微安定一点，因为民俗文化和民间信仰一向是密不可分的。那即使在文革最高峰的时期啊，你像江青啊。他在1964年夏天的京剧节啊，当时露面啊，不久之后他就禁止了所有的戏曲表演啊，除了那个8个样板戏，对吧？就是8套歌颂人民解放军和毛泽东思想的样板戏，那就这些就出现在所有的海报、明信片、邮票、餐盘、茶壶、花瓶、日历上，哪儿都是。那特定的这些剧团就专门演这8个戏啊，就到各个地方、学校、工厂去演。在野外啊，搭起这种很粗制的舞台，表演给这些农民啊、公社的人啊、工人啊什么看。但其实你肯定是要去的啊，工人这个观众非常多，但其实呢也没什么太多人就是鼓掌拍手，大家其实不爱看，就是没办法。所以虽然国家的政治宣传铺天盖地，就是很多的中国当时的很多群体还是坚守自己的一个传统，就是在你表面上革命吧，反正我们也都配合，你怎么喊口号我们就怎么做，你要革什么命我们就革什么命。但是内里社会它还是有一套自己的运转模式的，这是中共和毛泽东的手一直想伸下来深刻触及的点，但是其实他摸不到。在1968年啊，浙江的这个很多村呀联手举办了大型的集会啊，集会上就表演了传统的戏曲，还有几百张桌子摊开来啊，都是当时的这种地方习俗。然后江西也是啊，几千人公开聚集在一起去欣赏这个传统戏曲啊。有些地方的公社啊，甚至定期的去庆祝这些传统节日啊，也去向这些地方神灵去祈求。还有办什么这个龙舟赛啊什么的都有啊，还有很多的这个传统的一些技艺啊的这些师傅就开始在这些农村地区啊游荡讨生活了，包括什么乐师、风水师、灵媒啊、占卦师啊这些人。那么这个地下教会呢，有的时候也会被叫做家庭教会啊，因为都是在家庭里聚会的啊。那么这个呢，就是要他们只能远离教堂啊、清真寺啊、寺庙啊这些啊，在家庭的这个环境里继续存在。那么文革啊，试图去攻击每个人的这个个人的领域、私欲啊，那么把这些视成资产阶级思想，对吧？
但是各种各样不同生活背景的人啊，最后都会退回到家里来，这是一个堡垒，寻求这一点点这种孤岛式的个人自由，这是很难的啊，因为尤其是在城市里，当时这种公寓啊和这个住房啊都是几个家庭共用的，就有很多那种好管闲事的邻居啊，七嘴八舌的那些人啊，这都是麻烦的根源。所以刚才我讲的这些文艺沙龙啊、地下读书会啊、什么艺术家的组织啊、什么地下教会宗教啊，都一样啊，都是偷偷摸摸的，在这些不同的人家里去聚。那更私密的啊是什么呢？不是这一些了，更私密的就是家庭本身啊，这就是最私密的一个个单位。因为学校的教育制度已经崩了，所以家庭教育就是当时中国人仅剩的东西啊。这些家庭的父母，好的父母啊，会把这些东西赶紧的传授给自己的儿女啊，不好的父母就闭嘴不说话了。那全国有数百万的儿童啊，就是这种阶级背景的问题，所以他们就只能读到小学，所以就只能在家里被家人去抚养长大、教育长大。那么在解放之前，很多的这些传统的技艺呢，就是由这个家庭的纽带来培育和传递的啊。很多村子，对吧？几户人家或者整个村子都是专门来制造纸伞啊，什么布鞋、丝绸是吧？藤椅、竹篮子什么这些东西，生产这些东西，然后到市集上去卖。所以即使在文革时期，很多家庭还是在坚持自己的这个家业，你得活着呀。甚至有些还是做那种什么平安符啊，印这个黄历啊，弄什么灯笼啊这些。还有很多东西是要靠家庭为单位去传承下去的。你比如说什么武术啊，什么戏曲的唱腔啊等等。当然了，家庭在文革期间就是一直被受到攻击嘛。有些家庭就一分为二，因为家里的成员是不同的派系的啊，就是政治上分家了。那么当时还非常流行这种猎巫嘛，在中国，所以人们都是担惊受怕的，就整个社群啊，非常的分崩离析啊。过去的中国所谓的封建时候，所谓的旧社会，实际上社群的连结力是很强的。你不管它这个文明的先进程度有多少，但是它这个人与人的信任，一个社群的存在是没有问题的。但这一切都是解放之后被共产党，尤其到文革时候被打散的啊，到今天其实也没有完全的恢复。这个其实是非常重要的。那人们被原子化之后拆分来，那只剩下一些被驯服的落单的个人啊，那就只能效忠毛泽东呗啊，甚至家人在批斗大会上都要互相指责。当时规定啊，夫妻之中有一个人如果被送到劳改营，那另一个人你就要跟他离婚啊。那城市中的家庭，这些不同的成员送到不同的乡下地方啊，去什么插队啊，什么下乡啊，那你这些家庭就是被无情的拆散掉了。你的孩子刚中学毕业就要送走，有的时候父母也是分开啊，去不同的劳改营。有一些普通的工人就会沦落到三线建设的这些贫困的工厂里啊。那你有一些沾了体制的人就会被送到什么毛泽东学习班或者5期干校，接受这个农民再教育啊，这就是这样。但是呢，其实中国呢是世界上啊有着数一数二的复杂的这种亲属制度的。你比如说中文中啊，对于你比如说这个家族成员不同的性别、长幼、什么辈分什么的，有很多的称呼，对吧？什么什么伯伯啊、大爷、叔叔。什么这些东西，都你看在英文里全是 uncle 是吧？就是中文有很多的词，不同的词来表达不同的关系，所以这个就是儒家伦理的一个基础啊，这是几千年传演下来的。所以氏族的这种组成的大家族啊，你虽然这个清朝之后到民国啊有所崩塌这种感觉，但其实真正崩塌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执政时期。
但是其实很快也就恢复了，对吧？因为我们现在讲起文革的这种黑暗面啊，说是什么人与人的这种亲情、友情、爱情完全崩塌掉啊，完全没有信任，然后什么子女去批斗父母啊，家庭成员互相揭发，这个其实还是少数啊，还是少数。所以中国的政治宣传啊，一直在努力的去做啊，比如说爹亲娘亲啊，不及毛主席亲这句口号，对吧？当时就是每个孩子脑子里都会说这个话。有一个学生说我们被灌输要把每个不全心拥戴毛泽东的人视为敌人，就连父母也不例外。那么父母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当时大部分的父母也会教自己的孩子，你要顺从官方的意志啊，这个要顺着就完了啊，因为他们觉得这样才能保障自己孩子的未来。同样啊，其实在苏联啊，狂热的去批斗自己父母的人也是少数，文革的这个记录在案的这种例子也是非常的少。那为数不多的当然也有，对吧？这种孩子告发自己的亲人，那这种人就会被整个当时这个社会其实会当成一种叛徒啊，就甚至有的人就是被逐出家门啊，被整个村子的村民唾弃，那你就最后就只能困在一个这种废弃的寺庙里啊，甚至连这些党的党政干部啊都拒绝和这个人有来往啊，虽然他是向党效忠的。比如我举报我父亲去黑市卖粮食等等，这样的人就会被唾弃。其实举个例子，有一个人叫张宏兵，他15岁的时候出卖了自己的母亲啊，说什么呢？说他母亲啊，因为反革命罪名，他觉得应该把他母亲枪毙。党就随了他的心愿，把他母亲枪毙了。因为他母亲唯一的罪名是什么呢？是烧了毛泽东的肖像。那好，这个孩子大义灭亲，受到大家的崇拜啊，当地党委大力称赞他的革命情怀。但是不久之后反而因为他是反革命分子的儿子，又把他迫害了。所以几十年来，这个张宏兵啊备受良心谴责，最后他选择在2013年公开忏悔，希望能够减轻一些痛苦。那他公开之后啊，他才发现啊，他自己是唯一一个要求将至亲处死的人啊。在当时的中国啊，这些年轻人通常只会和家人断绝往来啊，但是也没有说这么去批斗自己的家人。那即使在家庭以外，旧有的这种忠诚伦理啊，还是予以保留的，因为人们通常还是会和自己的朋友和同事站在一起。你比如有的人啊，受到了一些迫害啊，所谓成为了敌人的这个公众的敌人啊，但是实际上呢，大家住在同一个楼的，还是会就是悄悄的啊，私底下去给他一些善举啊。所以呢，在使这个社会瓦解的过程中，中共这个政权啊，用尽了一切的手段，在文革的时候想要斩断传统社会的这种联系，但是啊，还是没做到啊，无法完全的摧毁家庭，家庭的纽带仍然存在，甚至还产生了新的连结。你比如说这个政权啊，它视这个恋爱关系啊，是非常藐视的啊。在文革期间啊，你夫妻之间很少公开表达爱意，爱情呢就被视为颓废的资产阶级情绪啊，你性爱就更是禁忌了。许多学生啊，长大后连基本的生理常识都不懂啊。比如有一个人，他和一个年轻的男子啊，一个女生啊，就是共同骑一辆单车啊，他就害怕自己会怀孕，但是他又不敢问别人，甚至自己的这个家人他也不敢问。当时的有一个北京的红卫兵姑娘啊，叫杨瑞啊，她说什么呢？她说我们没有性，想都没有想过，性是资产阶级的玩意儿，
这不用说，在我的脑子里它是污秽的、丑恶的，也是很危险的。在我读的书和看的电影里，只有坏蛋想干这回事儿，革命家都不干的。革命家恋爱时是用心去爱的，连手都不碰。但是呢，很多下乡的学生啊，看到这个农场里的动物之后，刚才这位女同学杨蕊啊，很快就学会了。那她被分配到的工作呢是这个公猪育种啊，要引导那些公猪，要把这个说正在抖动的生殖器啊插进母猪的阴道里。她说就像一天到晚在看色情电影一样。那还有一些人是看刚才那本禁书《少女之心》学会的。那么林彪消失之后呢，年轻人就立刻开始互相见面了啊，悄悄走到一块儿，在各种地方找一个自己的小天地谈恋爱啊。说满洲啊，有的时候有地方只有零下30度啊，但是这些年轻的这些情侣们，你只能在外边嘛，对抗着寒冷啊，谈20分钟恋爱，赶紧跑回宿舍里去抱着暖炉。那另外一方面呢，没有去那种军方的农业公社的人啊，一些就是跟农民一起生活的学生啊，那接触这个性的机会就更多了啊。这些老乡，这起着一个带头作用啊。很多学生就甚至会同居啊，未婚生孩子啊。但是他们就害怕被困在乡下，所以很多人就不愿意结婚。那不过呢，除了从城市来的学生以外啊，其实除了这些学生啊，绝大部分在乡下的这些中国人啊，是不忌讳姓氏的啊。你这些农民啊，互相之间表达这个爱慕之情啊，会把这些学生都吓坏啊。因为当时有一个16岁就被送到内蒙古的姑娘叫王媛媛啊，有天就看到一对男女在这个水沟边做爱，他把这个事情就告诉队长，然后那队长就说，就笑着说啊，那些老农都不当一回事啊。所以啊，我们今天就是给大家展现啊，当时文革的时候的这个一个方方面面啊，就是我们说第二社会也好，说中国的一个当时的里社会也好，表面上在闹革命啊，文革轰轰烈烈，但是人们还是该怎么活怎么活。你迫于一个政治的压力，他会屈从啊，我该喊口号，我该去什么做文革这些事儿啊，公社什么都会去做啊。但是慢慢的，你只要这个政府的手一松啊，所有的旧思想啊、旧习惯都会回来啊。人们有自己的一套运转方式。其实这个东西呢，即便到今天也还是这样啊，就是从表面上啊，中共统治阶层他有他自己一套模式啊，他希望中国人的模式，但其实底层的中国人，他也是非常惯性的用自己的传统的方式在活着。那么这两个世界之间呢，是互相是不理解的啊，都靠揣测，都靠想象，但是也都可以平行的运转下去啊。上边在压迫下面，下面呢偶尔有一点点反抗啊，一般都是顺从的啊。这个就这么一个水和舟啊，你可以理解就这么往前飘着。所以呢，我们讲文革的时候，就是最切记的，就是用一个非常简单的模型去想象当时的人们啊，就是跪着，就是不反抗。我们上一讲讲了，有反抗啊，一种方式啊。那么也不要总想着说这就是一个统治阶层毛泽东抽风的这么一场运动啊，然后去搞各种各样的破坏，10年就这么过来了，也不完全是。上边在想尽办法的影响下面，但是反过来，下面用一个非常大惯性的一种自我运转的方式，实际上也在反向的推动上层统治阶层的一种瓦解和他们政策的一个变化，这是一种无声的力量啊。我觉得从这个角度，大家可以多去体会。那好，我们这一讲先讲到这里，感谢收看、订阅、分享。